龙若雨不说话了，他扭身回到他的车上，但还是不甘心就这样离开。他在车上静坐了片刻，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父亲，结果父亲先给他来电了。龙若雨连忙接听父亲的电话：爸，叶龙庭今天没有回公司，我早早就来他的公司门口等着，一直没有等到他，不知道他又去了哪里。龙拓语气带着气急败坏说道：他截了我们的胡，现在正和张总谈着合作的事呢。我跟张总聊了那么久，张总都说这2天会考虑和我们签合同，结果刚才张总的秘书打电话给我，说他们公司考虑过后还是决定和龙腾集团合作，他们更看好龙腾集团。龙拓是真的被气死，他和张总谈了那么长时间，花在张总身上的钱以及时间都不少，满以为能拿下张总，与对方公司合作，没想到会被龙腾集团截胡。明明张总都很有意向的了，那天要不是张总没有带着合同，他们当场都签合同了，没有当场签到合同就生变了，被龙腾集团抢走，气死他了。闻言，龙若雨的脸色变得难看，他说道：张总不是答应和我们公司合作吗？龙腾集团什么时候去找张总的？他们都不知道。龙拓说道：我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找的张总，都瞒得死紧，也有可能是这2天才找的张总。张总看中龙腾集团的蒸蒸日上，也欣赏叶龙庭和姓周的能力，说与龙腾集团合作更有利于他们，还说咱们龙氏集团，我们无法真正当家做主。后面那些话才是最扎心的，扎了龙拓祖父子3代人的心。他老爸努力了30年，到头来只捞到个代理家主。老爸退休了，他接班，如今他的儿子也在龙氏集团磨练，但他这一代不能成为真正的家主的话，到了他儿子这一代依旧是代理家主。代理家主无法真正当龙氏家族的家，这让他们跟人谈生意有时候很被动，也容易处于劣势。以前在 H 市，龙氏集团是第1大集团，多少人都想和龙氏集团合作，哪怕他们只是代理家主，在本市依旧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对象。自从叶龙庭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创建了龙腾集团后，渐渐就抢了龙氏集团的风头，气死人了。龙腾集团涉及的行业又和龙氏集团重叠，2家公司既能合作共赢，也会成为死对头。龙拓在龙腾集团刚崛起时，不是没有想过打压对方，失败了，也想过和对方和平共处，甚至合作赚钱的，但对方也拒绝了。他们会和其公司合作，就是不与龙氏集团合作，不仅不合作，还经常抢龙氏集团的生意。龙拓也派过杀手去暗杀叶龙庭，但叶龙庭出入都带着一班保镖，又不以真面目示人，就算能甩掉他的保镖，叶龙庭只要往人群中一钻，脱了口罩就不知道哪一个是他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叶龙庭的真面目。况且他派出去的杀手暗杀叶龙庭，次次都失败，他身边的保镖太厉害了，特别是那个叫初九的女保镖，简直就不是人，还会使毒，他射出的飞镖总含毒，那些毒死不了人，但会让你很难受。有时候上面沾的是羊粉，痒的能抓破皮肤，有时候又是其他毒，不会毒死人，是怕留下证据被警方抓了，只是一些只会折腾人但又不会死人的，警方都拿初九没有办法。况且他派去的人是杀手，本也见不得光，次次被叶龙庭的保镖打伤也不敢报警，只要没有死人都不会闹大。龙拓不是没有和叶龙庭当面交锋过，对方见他也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的，嚣张至极，简直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最让龙拓恨得牙痒痒的是，每次他在外面强行拦截叶龙庭，要和叶龙庭谈一谈的时候，他都会被叶龙庭下泻药拉死他，次次都是那样。
他都不知道叶龙庭是怎么对他下药的，搞得现在龙拓都不敢和叶龙庭见面，怕对方又给他下药。不过很多时候他也见不到叶龙庭，那家伙太神秘了，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不在公司门口等着，很难见得到他。张总太过分了，龙若雨说道，他怎么能说那样的话？在 H 市，谁不知道那样的话是不能当着他爸和爷爷的面说，他们说出来可以，但别人不能当面说，说了他爸会气疯，那是他爸的痛处，是爷爷的执念。爷爷总说，不知道在他有生之年能否看到他爸成为真正的家主。龙若雨想帮父亲实现那样的愿望，只要父亲成了龙氏家族真正的家主，那他这个龙家千金的身份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。现在他在上流社会里也有地位，大家见了他都会给几分面子，极力讨好巴结他。可很多人是做戏的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他们跟龙腾集团合作，以后跟我们也算是敌人了，自然不会嘴下留情。我最在意的，他就专门戳我。若雨，你现在就去龙腾酒店，叶龙庭肯定在那里。龙拓骂了叶龙庭一顿后，吩咐女儿现在前往龙腾酒店，那是龙腾集团旗下的酒店，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超越了他们龙氏集团的大酒店，一跃成为 H 市排名第1的大酒店。真的不干掉叶龙庭和那个姓周的，他睡觉都不能安稳。龙若雨沉默了一下后，冷静地道，爸，我现在过去没用了，拦不了张总和叶龙庭合作。我知道你拦不了他和张总签合同，我是叫你去追求他，接近他，他在那里你就去那里等着他，缠死他，烦死他。龙拓说道，找机会扒下他的口罩，看看他是何方神圣。我怀疑他就是当年那个小家伙，不止他怀疑，很多人都怀疑。叶龙庭如果真是当年那个被保姆带走的孩子，以他如今的实力，只要他拿出家主的信物，分分钟就能接管龙氏集团。龙氏集团的那些老家伙估计都不敢说什么，说不定还会很开心，说龙氏集团有救了呢。他一家人打理了龙氏家族的生意30年，都是为人家做嫁衣了，应该不是当年那个孩子。龙拓自我安慰，他觉得叶龙庭如果是当年的那个孩子，他有家主信物，随时都能回归龙氏家族，还能坐上家主之位。至于能不能坐稳就是未知数了，但叶龙庭没有拿出过信物，说明他可能不是龙庭，只是凑巧名字相同。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，更不要说同名的。爸，当年那个孩子还活着，你们见到他，难道就能认出他来？他长什么样？你们还记得？30年他也会变的。龙若雨说道。龙拓说道，他跟他爸长得很像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只要我见到他，我就能认出他来。上一位真正的家主死时，龙拓已经成年，他自然是见过家主的，不仅见过，还很熟。他爸跟家主属于隔了一房的堂兄弟，未出5服的。他爸策划了阴谋，但还没有实施之前，家主对他们家很信任，跟他爸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有这一层关系，他经常出入家主住的大宅，所以他还记得家主长什么样。当年那个孩子从出生长到1岁，他看着的还经常抱那个孩子，记得那个孩子是越长越像家主。几十年前，他爸去了管城，想通过战家大少奶奶的外甥，见到君家大少奶奶那个养子龙庭，只要见得到龙庭的一面，就能确定龙庭的真实身份。那个姓宁的贱人没用，中途勾引了2名保镖，软化那2名保镖的心，然后趁他们看管松一点时，卷着钱财逃了。他爸气得半死，派出杀手到处寻找姓宁的贱人，而穆大少奶奶的那个养子，他爸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，就连对方的消息都很难查到，不知道君家将他藏到哪里去。
这让他爸认为护着龙庭的人，不仅仅是君家和战家护着，还有神秘的力量。那股神秘的力量才是让他们忌讳的。用他爸的话说，他们龙氏的信息部门都查不到，有时候还会被人反套麻袋揍一顿。他们连是谁下的黑手都不知道，可见那股力量的强大。龙拓以为是管城的苏家，但他爸说不会是苏家，因为苏家和君家的交情不深，况且穆晴捡到孩子时还不认识苏家人呢。好，我去试一试能扯下他的口罩，我就拍下他的相片发给爸看看。龙若雨其实不抱希望，但他还是要去做。家里交给他的任务就是接近叶龙庭，如果是当年那个孩子，就杀了他；如果不是，他就成为他的女人，那样能缓和两家公司的火药味。虽没有见过叶龙庭的真面目，龙若雨内心深处还是欣赏这个男人的，打心里希望他不是当年的那个孩子，那样他就算是不要脸，也要死皮赖脸的成为他的女人。他要做本市最优秀的男人的老婆。平时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二世祖，龙若雨是一个都看不上的，不过他们的追求他也没有拒绝，他喜欢被他们捧着。父女俩结束了通话后，龙若雨放下手机，然后趴在方向盘上，视线盯着眼前的那栋高达68层的办公大厦。他们龙氏集团的办公大厦只有38层楼，而龙腾集团却打造出了68层楼的办公大厦，比他们龙氏集团多了30层楼，成了本市公司总部最高的。叶龙庭摆明了就是要压龙氏集团一头。静默了几分钟，龙若雨才坐正身子，开车离开了龙腾集团。龙庭此刻的确是在龙腾酒店和张总签合同，这单生意是周阳从龙拓那里截胡过来的。跟张总说好后，周阳才回去交给龙庭接手，让他今天过来和张总签合同就行。本来张总约好的时间是11点的，签完合同就一起吃饭，没想到张总提前到，一切都提前了。提前也好，签好合同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龙拓那边估计已经收到消息了，怕是正在赶来挽回吧。晚了，双方签好合同后，龙庭起身和张总握手。张总，合作愉快。叶总，合作愉快。张总满脸笑容，他也松口气，怕龙腾集团并非真的和他们合作，现在签了合同，大家都松一口气。龙腾集团这几年的势头太盛了，能与龙腾集团合作基本上都是共赢的。龙腾集团的老总投资的眼光毒辣得很，只要他愿意合作的项目，说明那个项目有前途，否则叶龙庭看不上眼。重新坐下后，张总看着龙庭，带着试探笑问叶总，能否以真面目示人？我们都是合作关系了，我连叶总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这在外面行走，若是遇到都不知道是叶总。龙庭笑着，张总，对不起，我习惯了这样，我出入都带着保镖，路上遇见的话，张总能认出我来的，不知道我长什么样。我的声音张总还听不出来，张总认不出我来也没事，我能认出张总，不会发生大水冲倒龙王庙那种事的。张总哈哈的笑，提了一次被龙庭拒绝了，张总很识趣，没有再勉强。用龙庭的话说，龙庭的口音身形他还是认得出来的。那我能八卦一下，叶总为什么总是戴着口罩呢？长得太帅了，将我的容颜遮挡住，免得招来一堆的狂风浪蝶。张总又是哈哈的笑，叶总这样说，我是信了的哦。那想必叶总帅到人神共愤的地步，连男人见了你都会心跳加速，忍不住动心。龙庭笑，我的确是担心男女都爱上我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并不喜欢男女通吃。哈哈哈，张总不会真的就信了，当龙庭说笑了。至于叶龙庭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人家不想说真正的原因，他识趣的不再问下去。
两个人又聊了一下生意上的事。龙婷看一下时间，歉意地对张总说道：“张总，我还得回公司开个会。”药师赔了。张总笑着：“没事，理解的。我也要赶回去了，下午也要开会。”两个人同时起身，再次握了握手。